隨住大而美法案以迅雷不及掩耳嘅速度喺參眾兩院通過，由特朗普親手簽署成為法律，呢個被視為佢任期之內咧最大嘅一場政治嘅勝利。咁但係對於好多嘅朋友啊，包括我哋社會上邊一啲弱勢嘅社群同埋移民嘅社區嚟講，過去嘅反對聲音好似冇乜人聽到咁樣。但係我都好想藉住今次嘅機會，邀請大家，無論你係咩嘅身份、地位或者處境，一齊嚟諗一諗呢一條嘅法案嘅通過，其實會帶嚟乜嘢嘅啟示呢？我都想回應一下一啲嘅網友對呢一條嘅法案嘅誤解啊。有啲嘅人咧會話啊，特朗普政府咧都係想削減下福利啦，啊為咗去改善下嗰個制度啦，去鼓勵一啲懶嘅人啦，係嘛，出嚟去揾工。咁又係咪真係咁簡單呢？定還是有其他嘅目的呢？而如果你係一個中產啦，咁啊，即使你係冇用到任何福利噶，呢啲嘅政策亦都可能會影響到你個人嘅一啲可能保費啦、醫療嘅保障啦，甚至你喺個社區入邊一啲嘅公共嘅資源啊，都可能受到影響嘅。咁啊，而同時咧，我都想同大家去提出另外一個都好值得大家去反思嘅問題。咁就係喺美國生活，除咗我哋嘅語言、金錢同埋能力之外咧，會唔會有一樣啊，好似睇落去好似微不足道嘅，但係其實係極之重要嘅心理質素，就係同理心咧？咁啊，如果你有睇過我早排嘅嗰段直播嘅訪問啦，你可能會記得啦，喺片尾我突然間咪爆咗同理心呢三個字嘅。咁啊，嗰一刻咧就好似係我長期壓抑住嘅一種情緒突然間爆咗出嚟啦。咁啊，甚至啦可以係話我越講就越激動啊。咁啊，不過啦嚇，呢一種咁感性嘅情緒咧，好似同我喺呢個頻道一直去宣揚各位啊，要去理性少少啦，去實用少少啦嗰種嘅態度咧，睇落好似有少少格格不入啊。咁因為啦，其實對於好多嘅觀眾嚟講啦，你哋可能係淨係處於最無助嘅、最艱難嘅階段。如果呢個時候有人同你講啊，你應該咧去學習點樣去關心其他人咧。你可能聽落去都會覺得哇，好唔實際咯，亦都好唔合理啦。咁啊，但係對於我嚟講啦，其實同理心咧係有一個好簡單嘅前設，唔係單單你淨係去了解某啲人啊佢哋嘅處境，而係你要去了解啊佢哋同我哋成個社會之間嘅關係啊，甚至其實更加進一步嘅去理解佢哋同你自己啊，其實都係有啲嘅關聯嘅喎。喂，有句説話講得好好噶，If you're not afraid, if you're not confused, if you're not scared, You are not paying attention。上一集嘅片尾啦，我曾經建議大家去睇一睇紐約時報出嘅嗰版分析，佢咧就列咗成個法案入邊所有主要嘅開支同埋能夠節省到嘅項目。而講到去醫療方面啦，總共削減嘅係大約1萬億美元。另外喺再生能源、學生貸款、教育資助、糧食券等等嘅社會嘅開支方面啦，亦都有將近1萬億咁多嘅削減或者調整。但係如果同減稅嘅措施去相比，成條嘅法案入邊啦，永久同埋臨時性嘅減稅嘅項目加埋一齊咧，總額係超過5萬億嘅美元噶。而有關於國防同埋所謂嘅邊境安全嘅開支咧，大約係有3000幾億嘅美元。咁所以綜合嚟講，最終嘅財政嘅結論係呢一條嘅法案將會為美國帶嚟額外嘅3.3萬億美元嘅聯邦赤字。而根據最新嘅數據，美國嘅國債已經突破咗37萬億美元，而呢一條嘅新法案竟然仲要進一步嘅去增加我哋聯邦嘅赤字。咁我知道啦，有好多嘅觀眾都好關心我哋美國嘅財政嘅狀況，但係如果你認為你削減呢啲嘅福利係為咗去減低赤字嘅話，咁點解同時你又要去支持多幾倍嘅巨額嘅減稅嘅開支呢？你只要啦，好記得一個好重要嘅一點就得啦。就算美國最貧窮嘅90%嘅人，我哋通通加埋一齊喺呢一個嘅法案入邊，我哋攞到嘅利益都唔及最有錢嘅嗰10%。而當然啦，最有錢嘅嗰1%所得到嘅好處係最多噶。耶魯大學都綜合咗數據，整咗個圖表，加埋關稅因素之後呢，嗰個情況係更加嚴峻噶。畢竟關稅對基層嘅民眾嘅打擊咧，係遠比有錢人大噶。我會將連結擺喺個影片嘅下邊，有興趣嘅觀眾咧可以自己深入嘅去了解。所以事實係，其實削減福利嘅原意咧，從來都唔係為咗慳錢，而係因為呢條法案嘅設計出嚟咧，
本嚟就係為咗嗰啲嘅大財團啦、嗰啲嘅富人嘅階級啦，繼續嘅去鞏固佢哋喺社會我哋壟斷資源嘅呢個情況。而呢一班人亦即係共和黨嘅根本盤，呢一點係從來都冇變過㗎。咁當然啦，亦都有唔少嘅網友喺下邊留言啦。佢就話呢條嘅法案咧，本身就係為咗針對一啲好少數嘅嗰啲所謂你哋講嘅非法啦，嗰啲所謂嘅懶惰嘅人啦，我哋就唔應該為佢哋提供一啲嘅免費福利嘅嚇。咁所以咧呢度關於福利嘅削減咧都係合理嘅。嗱，咁我上一集都講過啦，非法移民呢一個嘅詞語，由始至終只係一個混淆視聽嘅手段。因為佢哋根本由頭到尾都攞唔到聯邦嘅資助嘅福利，而佢咁樣做係為咗去呃到一啲真係受害嘅人，以為唔關佢哋事。而喺法案嘅最終嘅版本入邊，呢一個嘅詞語都係完全被刪除噶。而呢啲嘅網友之所以會有咁嘅睇法咧，往往係因為佢哋認為福利制度呢啲嘅資源啦，一派咗出去咧就會唔見咗噶。咁亦都係再加上佢哋一啲好片面嘅所見所聞啦。就例如就話有啲人咧就濫用福利咁所以咧就會佢哋有咁嘅認為啦，就係覺得呢個制度咧唔單單係冇益於我哋嘅經濟，亦都係會令到佢哋自己係蝕底噶。咁當然啦，你話呢一個咁樣諗咧係合理嘅嚇，但係我都希望大家試下用一個比較宏觀少少嘅角度去重新去思考呢一個嘅問題。當呢啲人佢失去咗醫療保險啦，或者係糧食券啦，係會對我哋嘅社會造成啲乜嘢嘅後果啊？對上一次嘗試對 Obamacare 即係 ACA 啦嘅削減係2017年嘅時候，特朗普嘅第一個任期嗰陣，當時因為有一位深受我哋尊敬嘅共和黨參議員 John McCain，亦即係2008年共和黨嘅總統候選人，佢喺國會入邊投下咗關鍵嘅一票，企出嚟反對黨內嘅壓力，大致嘅救翻成個制度。好可惜嘅，今次嘅共和黨入邊並冇人做翻同樣嘅事。但係當年已經有唔少嘅研究指出，如果呢一啲人真係冇咗佢哋嘅醫保，將係會導致嚴重嘅公共健康後果。而其中一個論點就係冇保險嘅人，佢哋每年嘅死亡率係每800個人入邊有1個人。咁呢一度咧，同大家做翻個好簡單嘅計算啊。如果1700萬人冇咗保險，就等於大概每年有21250個人因為咁樣而冇咗條命。我假設佢哋死嘅時候年紀係41.5歲，呢一度我係用今次法案影響最深嘅19到64歲嘅群體入邊嘅平均數，而美國人平均嘅壽命係78歲，呢一度就代表住佢哋每一個人會平均提早死亡36.5年。美國人嘅人均生產總值 GDP 係大概89000蚊，用2% 嘅經濟增長去計算，呢一段嘅時間入邊，呢一啲人每人本嚟係可以貢獻我哋美國超過470萬美元嘅生產總值。而題外話吓，大家會唔會覺得好多呢？我都好想提醒喺美國生活嘅觀眾啦，千祈唔好去低估你自己對成個經濟所作出嘅貢獻。只要你願意對你生活嘅態度稍作調整，你嘅生活咧係會得到好明顯嘅改善噶。但係講翻正題啊，當我哋將每一個人喺呢30年之間，佢哋做嘢嘅時候，能夠去創造嘅經濟嘅產值，乘以每年21250人嘅死亡嚟計算嘅話咧，你就會發現，單單去計呢一項醫療保險嘅削減嘅政策咧，喺未來嘅10年之間，就會為美國帶嚟超過1萬億嘅經濟嘅損失，亦就係等於我哋而家計算落嚟可以慳到嘅錢。而我上述嘅計算啦，當然就淨係用死亡嘅人數去做基礎啦。嗰啲因為你失去咗醫療保險啦，未能夠及時就醫，而導致佢哋嘅病情惡化，甚或至長期可能佢冇咗工作嘅能力嘅人咧，又點樣計咧？而你話呢一度冇咗工作嘅能力甚或至失去生命嘅人入邊有幾多原本係佢哋嘅家庭入邊嘅經濟支柱咧？佢哋嘅離世會對佢哋嘅家庭、佢哋嘅子女甚或至成個嘅社區造成啲乜嘢嘅打擊咧？咁有啲觀眾可能會話啦，喂，我嚟自中產家庭嘅，我呢一世咧都唔會用到醫療白卡啦，我唔會用到糧食券啦。呢班窮人其實佢哋有冇保險，會唔會病死，其實關我春事咩？
咁啊，反正大家香港人都有一種嘅核心嘅價值噶嘛。嗱，唔係所謂嘅咩獅子山精神喎，唔係所謂嘅兄弟爬山各自修行喎，而係睇人撲街、睇人折墮最開心啊嘛。首先，Tommy 都要真心嘅去祝願你，甚至你嘅下一代、你嘅下一代，永遠都唔會遇到有一日成為我哋今次講到啦，嗰1700萬冇咗醫療保險嘅人，又甚至係嗰幾百萬冇咗糧食券嘅其中一個人。不過我都好希望你先去了解我哋美國嘅醫療制度，我哋嘅體制嘅實際嘅運作啊。當一個嘅病人佢冇咗醫療保險啦，咁啊因為佢俾唔起錢啦嚇，咁啊佢就會減少日常一啲嘅可能預防性嘅治療啦。例如你去做啲嘅身體檢查啦，你去譬如你有個長期病嘅，你可能要食啲藥去控制嘅病情等等。最終呢一啲人只係會喺佢哋病情惡化嘅時候，先俾人緊急嘅推入去急症室。當然，我唔想太過直接將美國同埋香港去做比較，但有唔少嘅香港網友喺我討論美國醫療制度嘅時候，總係會吹噓到香港嘅醫療體系幾咁天花龍鳳。喺香港，急症室成日都人山人海，原因之一就係一啲嘅低下階層，佢哋缺乏時間、缺乏資源去接受一啲日常嘅保健同埋預防性嘅治療，最終只能夠靠急症室去解決本嚟可以早啲去解決嘅一啲嘅問題。而呢一啲唔係當局單單喺急症室嘅收費之上做一啲少少嘅調整就能去解決㗎。而我哋唔好講咁遠啦，講翻嚟美國，除非你嘅情況係好危急啦，多數人咧都係應該係去一個叫做 urgent care 一啲嘅診所啦去求診㗎。咁但係咧前提就係你一定要有醫療保險咯。咁所以咧我哋都係可以預計啊，將來去急症室嘅人咧係將係會逼爆急症室㗎。而正如我上一集咪講到嘅，醫院咧係有一個嘅法律嘅責任啦、道德嘅義務啦，係必須係要為所有嘅人去提供緊急嘅醫療嘅服務。咁但係當呢啲嘅病人佢係冇保險啦，佢嘅醫療嘅費用佢又俾唔出喎，咁你又追唔翻佢哋啦，咁邊個去埋單呢？最終啦，唔係轉嫁去其他病人嘅帳單上邊啊，或者我哋嘅保險會加咗價啦，就係去導致到本嚟資源已經好緊張嘅一啲嘅小型嘅醫院啦、呢個診所啦，甚至係護老院都會執笠添啊！因為我上一集咪講到嘅，嗰個紅藍白卡入邊嘅削減，冇咗其中嘅白卡，點樣去做到大家長期嘅護理咧？尤其啦喺一啲比較經濟上面比較差嘅地區，醫療白卡咧其實本身就係呢啲嘅地區基本上係救命草嚟噶。你一旦 cut 咗佢哋，其實嗰個衝擊咧係顯然易見噶。甚至咧，當一個人其實佢因為種種嘅原因，佢揾唔到嘢做啦，係嘛？咁佢又攞唔到醫療保險嘅時候，甚至佢連而家糧食券都要 cut 啦，佢溫飽都成為問題嘅時候，你覺得佢會做出啲乜嘢人生嘅選擇咧？所以最終造成嘅連鎖反應咧，真正受害嘅其實就係一啲自認為自己係用唔到呢啲嘅福利嘅嗰啲中產人士啊。而唔少嘅觀眾，我哋可能會話啦，喂，咁其實呢啲人如果佢真係揾翻份工做，咁咪可以繼續有保險咯。其實特朗普政府咁樣搞咧，都係想去鼓勵啲人去揾翻份工做啫。嗱，咁呢一個咧，亦都係需要大家去對我哋美國嘅現實咧多少少嘅理解噶。如果你去睇呢個數據，你就會知道呢個法案去影響而家攞緊醫療白卡嘅人入邊啦，就只有大概8%咧係因為佢哋冇嘢做、退咗休或者其他嘅原因，因而去失去呢個嘅資格。而其實呢個嘅數據得出嚟嘅結論咧係非常之合理噶。大家諗下喺美國生活壓力本身已經咁大啦，大部分人佢哋根本就冇可能係冇工做啊！你話即係大家都知道啦，我哋叫做 paycheck to paycheck 月光族啊嘛，即係佢哋冇嘢做就冇收入，冇收入佢哋就交唔起租，冇飯開添。咁所以咧，有啲人就會話有啲人係專登唔做嘢去攞福利咧，喺現實之中咧，其實係基本上係唔存在噶。而如果你話只有嗰8%係唔做嘢嘅，嗰啲人會有問題啦，亦都根本係得唔出我哋今日所講到呢度有1700萬人去失去保險呢條數噶。所以真正嘅問題咧，其實係行政制度嗰個複雜啦，同埋嗰個不穩定性啊。咁就好似啦，之前一集咪講過喺喬治亞州 Georgia 佢哋嘅白卡計劃，當地係實施咗工作要求嘅規定，而佢哋嘅發言人就算有正當嘅工作，最後都係因為行政嘅錯誤俾人去取消資格。
而你睇呢一單嘅新聞啦，佢唔係一個嘅個別嘅事件嚟㗎，而係反映到成個制度嘅問題。甚至咧，你唔好話即係將來會有啲咁嘅工作嘅要求啊，就算係而家即係法例都未改之前啦，之前已經有好多網友喺下邊留言就話嚇佢哋申請唔到某啲嘅福利啦。咁啊，而大家亦都要明白啦，雖然就話 Medicaid 呢個嘅框架啦，呢個嘅法例咧係由聯邦政府去設立，咁但係咧實際去執行同埋營運咧就交翻俾每一個州嘅州政府自己去負責啊。每一個州咧都有佢自己嘅呢啲嘅醫療嘅保險嘅行政嘅部門啦，佢哋都係需要處理大量好繁瑣嘅程序㗎。包括住啦，譬如而家啦，每年都係會為民眾去進行呢個資格啦、重新嘅驗證啦，然後同呢個保險公司之間有唔同嘅協調等等。但係好似我哋上一集提到喺大移美法案入邊，聯邦政府本應係會俾翻州政府嘅一啲嘅補助，將來係會俾人去削減咗啦，甚至取消啦。與此同時嘅，仲有呢個新嘅規定，要州政府每半年去一次啦，去核實呢啲嘅申請人佢哋嘅工作嘅記錄、佢哋嘅收入嘅記錄嘅時候，結果會點樣啊？咪州政府喺資源咁短缺嘅情況之下，又要去承擔更多嘅行政嘅工作同埋審查嘅呢啲嘅責任嘅時候，佢哋人手不足咯，佢哋嘅預算受限制咯，佢哋甚至只能夠去揀啦嚇，去被逼嘅去關閉一啲嘅分行咯，減少啲嘅人手咯，冇咁多人去聽你嘅電話咯，等等。咁樣一嚟，佢哋處理嘅效能大幅嘅下降，導致咗一啲嘅文件可能會延誤啦、認證嘅錯誤啦，甚至你明明交咗資料俾佢噶啦，咁但係因為呢啲行政嘅失誤，最後俾人 cut 埋你嘅保險都有可能會發生。呢一個就係點解我哋成日去強調有1700萬人去失去醫療保險嘅呢個嘅估計啊？呢個唔係話即係我哋民主黨或者係其他人去炒作啊，而係對呢個嘅制度你真係了解咗了解咗嗰個實情真實嘅一個反映啊。而好似我哋嘅加州好似我哋洛杉磯等等嘅地方啦，可能我哋嘅財政嘅能力會比較強，加埋我哋可能會比較依賴科技去減省人手，我哋仲可能勉強頂得住。但係對於經濟條件比較差嘅地方，影響將會更加嚴重。再同大家舉另外一個嚟自 Georgia 嘅例子啊，唔知大家又知唔知道佢哋究竟使咗幾多納稅人嘅錢，只係為咗去審查一啲申請者究竟符唔符合攞醫療白卡嘅資格呢？喺2024年嘅時候，嗰個州總共係用咗2660萬去推行呢項嘅制度，但係其中真正係用於實際嘅醫療嘅服務嘅係區區200萬美元，其餘超過90%，亦即係超過2400幾萬，全部用於行政嘅開支、人手嘅審查同埋程序設計等等嘅管理成本。所以我哋幾乎可以肯定，佢哋做呢啲咁嘅 work requirement 根本就係一個行政嘅障礙。佢嘅目的就係要令到呢啲嘅基層嘅子民去知難而退，從而令到嗰個申請人數有咁少，壓到有咁少。但係有常理嘅觀眾，你都會諗啦，其實你與其要搞咁多嘢唔俾佢哋攞白卡，其實不如你有2600幾萬啊嘛，不如直接俾晒佢哋攞晒白卡，其實反而可能仲慳到大家嘅公帑添。所以我真係好希望各位嘅網友喺美國生活嘅時候無論你係左，無論你係右，無論你係民主黨、共和黨都好，唔好淨係睇新聞嘅時候，唔好睇一啲 KOL 講嘢嘅時候，淨係去停留去睇佢嘅表面所寫嘅呢啲嘅標題黨，又或者即係睇到啲某啲嘅政策，因為你自己對呢個政策嘅第一個印象而唔去睇入邊嘅內文。美國嘅政治嘅制度咧，本身係非常非常複雜噶。我當然就冇可能每一次有啲咁嘅事情發生，我都同大家去所有嘢講晒啦。但至少嘅，我都希望各位觀眾啦，每一件事願意停一停，諗一諗，去睇一睇有啲人同你嘅意見係唔同嘅喎，點解佢會有咁嘅諗法咧？而你話醫療白卡係咁樣，其實糧食券都係一樣噶。大家都知道啦，其實美國有一個好似好荒謬嘅現實。唔少人呢，連基本嘅溫飽都無法維持。美國農業部喺23年嘅數據，佢就話美國有大約1800萬嘅人呢，係並冇獲得足夠嘅糧食噶。咁樣聽落去，係咪比一啲第三世界國家更加慘呢？咁當然啦，有啲嘅網友就會話啦，喂，咁其實佢哋窮啦，佢哋食唔飽着唔暖，關我七事咩？係嘛？我哋都係要慳錢嘅。咁我都好希望你去諗一諗清楚，其實呢啲錢究竟我哋使得，即係我哋個社會使得有冇價值呢？
對於呢啲即係生活好拮據嘅人嚟講，其實我哋啱啱提到啦，即係佢哋 paycheck to paycheck 噶嘛，佢哋根本就冇儲蓄嘅能力啦。佢哋每月你俾佢嘅錢咧，呢啲咁嘅資源咧，基本上咧都係用晒佢哋即刻去使咗佢噶。即係你俾1蚊佢哋咧，佢哋就解決咗呢1蚊啊，今日要食到啊呢一餐嘅溫飽。佢哋即刻使晒嘅時候，啲錢就會即刻流翻入去嗰個市場，推動我哋成個實體嘅經濟啊繼續去運作。你話即係你買嘢翻嚟食啦，啲農夫有賺噶嘛，嗰個司機送嘢俾你食有賺噶嘛，你買嘢嘅時候嗰個店員有賺噶嘛，甚至政府部門啲行政嘅人員，全部過河濕腳之下，其實就係我哋經濟學入邊成日講到嘅乘數效應啊。喺2019年嘅時候，美國嘅農業部曾經做過一項嘅研究，佢就話啦，每多增加1蚊嘅糧食券嘅補助，可以創造出一個5.4嘅美金嘅經濟增長啊！呢度係1.54倍嘅乘數效應。咁當然亦都會有人講啦，就係話，身邊我睇到好多唔少嘅人咧，去濫用呢啲糧食券，濫用頭先講嘅醫療白卡。我曾經都喺401K嘅嗰一集同大家分享過啦，一個嘅大媽佢手持一啲嘅 Gucci bag，開住佢嘅 Porsche，但係仍然去用一啲嘅糧食券去俾錢，呢啲咧就的確係令人去好質疑噶。甚至啦，如果大家喺華人區住得耐啦，你都真係會見到一啲有人將糧食券收到糧食券啦，私下攞去套現點樣運作咧？就係譬如你有500蚊糧食券啦，咁你就去揾一個即係啲不法嘅商人啦，就同你去兌250蚊，然後佢咧就 claim 翻政府500蚊。咁當然啦，呢啲所有嘅行為當然就係非法㗎啦嚇，需要我哋嘅執法嘅部門去加強去執法同埋去監管。但係點都好，我哋係唔應該用啲咁個別嘅例子，就去否定我哋呢個嘅制度嗰個嘅存在嘅價值㗎，更加係忽略另外一班真係連基本溫飽都成問題嘅。你話啲小朋友啦、啲家庭啦，甚至老人家㗎，呢個嘅社會點都好，我哋做人點都係要多翻少少咁多嘅良知㗎。而相反嘅，你話我哋而家啦去減稅啦，俾啲有錢人最頂層嘅嗰1%俾佢哋同樣嘅1蚊嘅時候，佢哋只能夠嗰1蚊攞嚟做咩啊？咪擺喺屋企其中個角落咯，係嘛？擺喺銀行入邊做定期咯，係嘛？對我哋經濟嘅成長我哋嘅幫助咧，相對嚟講就冇頭先我哋講到嘅1.54咁多噶。咁所以咧，其實嚟到呢一度啦我講咗咁多個例子，講咗咁多個論點咧，其實都係想大家各位觀眾，如果喺你有同理心之前都希望你有一個好基本嘅前提，就係去學識理解啊。我唔需要你去認同呢一班人亦都唔需要你去中意呢一班人啊。我只係想講啦，就算你有幾咁睇唔起呢一班人都好，你覺得佢哋幾咁同你冇關都好，但係起碼當你喺一定嘅理解之後，你都未必嘅去要對住佢哋抱住一定嘅敵意啊。因為一旦佢哋連呢啲咁基本嘅社會保障都攞唔到佢哋喺個社會入邊生存唔到啦，最終啦，除咗嗰啲最有錢嘅嗰班特權階級佢哋能夠幸免之外啦，你同埋我啦，呢啲嘅普羅嘅大眾咧，都係要一齊去承受其中嘅代價噶。好啦，然後剩翻落嚟嘅時間咧，我都好想同大家講，今集其實我哋嘅主題即係同理心。可能觀眾你會覺得，喂，我使咗成20分鐘先鋪陳出嚟呢個同理心嘅前提，OK，即係都希望大家即係各位觀眾唔好介意啊。因為同理心咧本身係好牽涉一個好感性啦，甚至好哲學嘅一面咧去睇噶，唔係湯面我3言2語咧就能夠去講清楚嘅一件事。而對於我嚟講啦，係基於2件事。一個係同情，一個係恐懼啊。同情呢個應該唔難去理解啊。4年前我創立呢個嘅頻道，起初啦都係想去討論一下嗰啲被逼去離開佢哋嘅家園嘅人，點樣靠住我哋相關嘅政策，靠住佢哋自身嘅努力，一步一步噶喺我哋美國揾翻佢哋嘅希望。我哋傾過政治庇護、DED、無證移民，亦都傾過喺美國生存嘅細節，傾過醫療、理財同埋政治。雖然觀眾你哋嘅背景各異，但係大家都一個共通點，就係希望喺呢個國家爭取一席之地。睇翻當時嘅影片啦，我竟然無意之中預言咗今日特朗普再次成為總統。講真，都真係有啲諷刺啊！無論點都好啦，隨住時間，有關香港人嘅議題，當然就離開咗我哋社會嘅焦點啦。但呢度唔代表呢一班人從此消失喺我哋嘅身邊啦。佢哋本身就係一班處於喺困境之中嘅人。
同佢哋一啲嘅互動嘅過程之中啦，我自然就有意無意嘅會代入咗佢哋嘅處境去思考問題。就算我自己冇親身經歷過嗰啲簽證係受阻、經濟困難、走線潤尾，甚至喺叢林入邊俾人搶晒佢哋身上嘅財物等等好誇張嘅事，但係我哋都曾經生活喺同一片嘅土地之上，我好難對佢哋嘅遭遇毫無觸動。而當我深入去了解呢個嘅制度嘅時候，我就越能夠將我呢份嘅同理心去延伸到去其他嘅人嘅身上。就算佢哋唔係香港人，佢哋都可能係為咗逃避戰火陷入經濟困局嘅人。就算你透過工作簽證或者親屬移民等等係嚟到美國，你都諗一諗翻轉頭啊！如果當時嘅自己係有人去教你點樣去申請唔同嘅嘢，去避開唔同嘅陷阱，你嗰條路又會唔會行得更加輕鬆呢？你又會唔會有希望過有人曾經為你點着嗰一盞嘅燈呢？起碼喺我自己移民嘅路途上面啦，並冇去得到太多其他人嘅幫助，咁都所以啦，我都好希望我有咁嘅能力，成為嗰一盞嘅燈，去照亮別人佢哋行嘅呢條嘅道路。而呢一個亦都係呢個頻道成立嘅初衷之一。而你話同情同理之外啦，當然就係嗰種嘅恐懼啦。作為一個少數嘅群體，生活喺呢個嘅國家入邊嗰種嘅恐懼啊。而當然呢一種嘅恐懼，亦都係需要配合你對呢一個嘅國家嗰個嘅歷史嘅認識噶。我當年喺美國呢度讀高中讀過3堂係必修嘅課程你畢業前一定要讀噶啦，就係美國嘅歷史啦、美國嘅政府經濟啦，同埋公民課啊。咁呢3堂咧，我喺話俾你聽啦，係比起我喺大學讀任何一堂咧，或者之後我自己了解更多嘅嘢啦，係對我自己去理解美國嘅社會啦、文化啦、制度啦，係有住更加深遠嘅影響噶。當之前馮先生去提到三藩市嗰啲俾人賣豬仔嘅華人都係非法入境者嚟嘅時候咧，嗰一刻我真心係感到憤怒噶，亦都就係點解有嗰條片嘅由來啦。好似我哋講嘅第14修正案出生公民權呢個嘅議題，當特朗普去提議去取消嘅嗰陣，有好多嘅華人仲係拍手去叫好嘅，仲話咁樣可以阻止一啲嚟自南美洲嘅人呢獲得身份。但你又知唔知道，最早為咗呢一項嘅權利同聯邦政府去打官司嘅人，唔係一個南美人嚟噶，而係一個華人，佢叫黃金德。黃金德喺三藩市出世，喺中國探完親之後翻返嚟美國啦，卻係因為當時嘅排華法案俾人剝奪屬於佢原來嘅美國公民嘅身份，而拒絕佢入境。佢最終打上去聯邦最高嘅法院，為之後所有喺美國出世嘅移民嘅子女爭取到出世就係公民 birthright citizenship 嘅權利。冇咗呢個嘅判刑，你同我今日可能根本就冇辦法喺美國繼續生活。Where we are actually able to reflect upon what this gentleman, Wong Kim Ark, was able to do for all of us. I probably wouldn't be able to be here were it not for the Supreme Court case. 而講到呢一度啦，我都好相信觀眾你已經明白我講嘅恐懼喺邊度嚟啊！請容許我唔能夠講得咁直接啦，而且有啲嘅情感啦亦都唔需要講得太過清楚。再一次呼籲各位嘅網友，如果你有機會嘅話啦都去你附近嘅一啲嘅相關嘅博物館啦，去睇一睇去參觀一下啊！移民嘅路就好似行入去一條黑暗嘅隧道，你睇唔到前面嘅終點，唯一支撐你噶係嗰少少喺遠方照入嚟嘅微光。喺呢段嘅旅程入邊，你會經歷孤單、痛苦、迷茫。偶爾好彩嘅話啦，你會遇到向你伸出援手嘅人，但更多嘅時候，你會遇到一啲停滯不前、互相指責嘅人，甚至會有一啲嘅人用模糊嘅言語阻礙你向前行嘅步伐。喺咁嘅環境之下，有好多人會陷入所謂嘅 tunnel vision，眼入邊只係剩翻眼前嘅黑暗，而忽略咗隧道之外廣闊嘅世界。當你將嗰個注意力只係擺喺嗰啲隧道入邊同你成長背景唔同嘅人身上，你就會錯過真正重要嘅事。我無意對任何人提出過高嘅情感嘅要求，我只係希望各位唔好親手嘅去摧毀嗰啲曾經去扶持你走過低谷嘅制度同埋資源。唔好忘記嗰啲曾經為你去打開大門嘅人，更加唔好去推倒佢哋幫你留低嘅呢啲一道又一道嘅爬梯。好希望各位嘅觀眾能夠記住，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只要你仲未行到去呢條隧道嘅終點，去個盡頭，仲未睇到嗰段嘅曙光嘅話咧，你就唔應該停低你嘅腳步，更加唔應該向後望，因為喺前邊仲有更高、更遠、更難去跨越嘅難關去等緊你啊！最近啦，我睇咗一部叫做《兵捉賊》嘅香港電影，佢係今屆影意志獨立短片獎入邊嘅入圍作品之一。除咗嗰個導演人靚聲甜，佢嘅電影拍得好出色之外啦，呢啲機會都係唔屬於我嘅。咁啊，最終呢部嘅作品亦都成功噶獲選為觀眾最喜愛嘅大獎，真係實至名歸。咁嗰個短片呢，就係講述一位嘅小學生，佢擔任風紀嘅副隊長，為咗去幫佢嫲嫲喺夜光墟入邊經營呢啲無牌嘅小販去賣下冷衫。最終卻係俾食環署無情嘅去拘捕、去罰款，自此令到佢對規則產生咗新嘅理解同埋反思。咁啊，呢套片咧入邊有兩幕嘅情節咧，係特別令到我係印象深刻噶。其一啦，就係喺嗰個碌架床上邊，阿嫲嫲咧就苦口婆心同阿孫女講啦，希望咧佢將來可以過上更好嘅生活，唔好再經歷阿嫲嫲咁辛苦、咁困苦嘅生活啊！嗰一幕令到我感受到貧窮唔單單只係物質上面嘅匱乏，更加係一種世代冇辦法去擺脫嘅宿命。而第二，作為風紀副隊長嘅主角喺操場上邊目睹佢嘅同學違規去跑步，但係佢卻選擇唔去舉報，結果被訓導主任去責罵同埋處分。而最後佢都願意去選擇理解，而唔係盲目相信所謂嘅制度。最後佢反而加入呢班同學嘅行列，一齊去跑，一齊去玩。呢啲細路佢哋嘅演出天真爛漫嘅情節，簡單得嚟咧，好具張力，亦都提醒咗我哋，其實規矩咧本應係應該服務於人噶，而唔係一種去扼殺人性、去扼殺希望嘅工具。睇完呢條片啦，其實我係深深代入咗無數處於底層家庭佢哋嘅處境。佢哋唔係去貪婪佢哋唔係喺度逃避責任而係佢哋喺呢個求存喺個邊緣度掙扎。佢只係希望有咁嘅機會去改善佢哋嘅生活，為佢哋自己嘅下一代去爭取嗰一丁點嘅希望。然而佢哋面對嘅往往唔係一啲去體諒佢哋、去協助佢哋嘅人，而係一個冷酷無情，只係着重於程序、着重於效率，一個缺乏人性、缺乏溫度嘅社會嘅制度。如果我哋嘅目光只係去停留於一啲少數去濫用資源嘅人嘅身上，就會去錯過成個制度真正應該被檢討嘅地方，包括住我哋嘅結構性嘅貧窮，我哋資源分配嘅不均，以及喺呢啲嘅政策嘅設計入邊，真正嘅受益者往往就係最頂層嘅嗰啲嘅少數人等等。如果各位觀眾你係住喺洛杉磯啦，我都真心建議你去睇一睇 Hong Kong on Screen，同埋所有支持今次影意志影展嘅朋友，佢哋一直默默嘅去推動香港獨立嘅電影，好值得我哋去敬佩。我呼籲我所有睇緊嘅網友都去追蹤佢哋嘅社交媒體，睇一睇佢之後有啲咩其他好睇嘅香港嘅獨立電影去介紹。我喺下邊咧就擺咗佢哋嘅連結。以上咧就係今集嘅全部內容吓。我都知道好長啦，而最尾我都講咗好多好感性嘅說話啦吓。咁都好多謝各位嘅觀眾，你哋一直以嚟嘅支持啦。我亦都好相信呢一刻咧，有唔少觀眾同我係一樣噶，感到傷感，感到無奈，甚至有少少嘅自責。自責嘅係我哋本來有咩能力去保障呢個社會入邊最脆弱嘅一群人，但係無論形勢係點樣都好，無論面對幾多嘅阻力都好，我仍然係堅信呢個嘅社會入邊，仍然有唔少嘅人擁有同理心，願意伸出佢哋嘅援手，仍然有人願意去關心彼此，願意為其他人去發聲。呢個頻道我會繼續堅持喺客縫之中，從我心入邊講出真心話，講我真嘅感受，為每一個努力生活、努力去改變命運嘅人去發聲。下一集啦，我會換翻一個比較理性少少嘅角度啦，同大家講一講，如果你而家正喺度用緊醫療白卡嘅，你正喺度用緊 ACA Obamacare，喺新嘅工作嘅規定實施之後咧，即係下年26年嘅年尾之前啦，你應該點樣喺我哋州政府同埋地方嘅組織嘅協助之下，繼續保留你而家有嘅福利啊？
再一次多謝各位嘅觀眾一直以嚟嘅支持。一時嘅挫敗並不緊要，真正重要嘅係你點樣去面對，點樣企返起身，一齊我哋去加油。我哋下一集再見，拜拜。